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好，今天是2025年的6月3号，今天是星期二。好，老师看到了 Mandarin、李开心、Tracy、美丽，欢迎美丽啊，还有裴静。好，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今天老师要说一则很有意思、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叫做《爸爸的信》。爸爸的信，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收过爸爸妈妈或家人寄给你们的信？如果有的话，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啊！能够收到亲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信，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好。Alexander Henny 欢迎，还有佩霞 Jenny， 对，今天是听故事时间，爸爸的信。好，小杰3岁时，爸爸因为癌症去世了，他还太小，记不清楚爸爸的样子。好，这个故事一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的男主角是小杰，他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癌症去世了，就是死掉了，去世了。因为3岁还很小，对不对？通常是没有什么记忆的，所以他记不清楚爸爸长什么样子哦。好 ，Hello 秀珍，欢迎。好，但是呢，妈妈常说爸爸非常非常爱他，可以说模样，可以的。记不清楚爸爸的模样，模样比较正式一点，但是它跟样子是同义词，模样会比较正式一点，可以有模样，没有问题。好，那虽然小杰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妈妈常常跟小杰说，爸爸非常非常爱你哦。好 ，OK。小杰7岁生日那天，妈妈给他一封信，妈妈说这是爸爸生前写的。好，小杰在7岁的时候，他生日了，妈妈给小杰一封信，告诉小杰说这封信是爸爸生前写的。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强调句型，是的。好，什么叫生前？就是在死亡之前。死亡之前。好，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会生前会做一些事情。生前就是在死亡之前。有人生前会立遗嘱。什么叫遗嘱？就是像英文说的 will。OK， 所以有人在生前会立遗嘱。立遗嘱，对，还活着的时候叫生前。好，老师刚刚说立遗嘱，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个词啊？立遗嘱，谁帮我写一下啊？立遗嘱。好，立遗嘱就是英文要怎么说呀？ Have a will, make a will, create a will。 好，立遗嘱，很多有钱的人在死之前他会立遗嘱，然后呢这个遗嘱里就会说我的财产要给哪一个小孩立遗嘱好的，立遗嘱。好，那爸爸生前在死之前，他写了信给小杰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信里面写什么。Hello 林子、秀珍、宋平，欢迎。好，爸爸的信里写着，孩子7岁啦，这本小词典送给你，生日快乐。哇，爸爸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在生前写了这封信给小杰，然后呢还送了小杰一个生日礼物，给了小杰一个词典，小小的词典，小词典。好，那什么叫词典呢？ Dictionary 就是比如说你们现在在学汉字，如果你遇到了不会的汉字，你可以翻词典，你可以查词典。好的 ，Hello 郑红，欢迎。
对，好，我们再往下看。从此以后，好，从此以后就是从今天以后，从这件事情以后，从此以后，每年生日，小杰都会收到一封爸爸写的信。刚刚我们说7岁的时候，小杰收到了第一封爸爸生前写的信。那从7岁以后，每年生日，小杰都会收到一封爸爸写的信啊。好，10岁时，小杰被同学欺负，放学回家后啊，这个后，放学回家后，哭着向妈妈诉苦。好，小杰长大了，10岁的时候，他被同学欺负，他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欺负呢，就是可能比较强壮的人去打比较弱小的人。有时候，如果你比较弱小，你比较瘦弱，你在学校里同学会欺负你 ，bully 欺负啊。好，所以这个欺负特别记起来。放学回家后，小杰一定很伤心，对不对？哭着向妈妈诉苦，哭着向，这个向就是 to。OK，complain to his mother， 诉苦就是抱怨诉苦这个词很棒诉苦。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请问你们会找谁诉苦呢？如果我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会找我的好朋友诉苦。所以诉苦的意思就是告诉别人你的痛苦那通常我们诉苦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呢你的好朋友所以诉苦这个词非常好。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会找一个人去诉苦诉苦乔玛说我会找理查老师诉苦，真的吗？有时候别人在你面前诉苦，你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表示这个人把你当作好朋友，当作一个重要的人所以如果有人找我诉苦，我会很开心，因为表示这个人把我当朋友秀珍说我会向老公诉苦诉苦不是哭是苦好Tracy 说有一个推论，礼物都是妈妈准备的。等一下我们来聊一聊Hello 慧慧 Henny 也会找朋友诉苦 OK 好的妈妈没有说什么妈妈递给小杰一封爸爸早就写好的信，上面写着别怕，爸爸在这儿。好OK， 所以我们都知道小杰的爸爸在生前已经把信都写好了，所以妈妈递给小杰爸爸早就，为什么早就？因为爸爸已经去世了，所以爸爸在生前早就写好了。OK， 就像这个英文的 had written already long ago。好，上面写着别怕，这个词要学起来，别怕 ，Don't be afraid， 别怕，爸爸在这儿好，Tracy 说，但是朋友找你诉苦太多次的话，你会觉得很烦。对，是的，这个中文有一个说法叫垃圾桶，你把对方当垃圾桶一样。如果你常常找对方诉苦，那么你就把对方当垃圾桶一样，把你的痛苦、不开心的事都丢给他好 ，Hello 慧君，欢迎你。好，爸爸的信里还写着，爸爸会当你的靠山。什么叫靠山？就是你会支持这个人。靠山就是支持。如果我当你们的靠山，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不要害怕，理查老师会当你们的靠山，就是我会 support， 我会支持你们。你们学中文的时候，我会支持你们，我是你们的靠山好，对，也可以说撑腰，很好，爸爸帮你撑腰。
撑腰，很好的词汇。小杰看完的信很感动，他流下了眼泪。好，当然我们都知道小杰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小杰看到爸爸的信一定会很感动 moved， 他就流下了眼泪。爸爸挺我，爸爸支持我，爸爸是我的靠山，爸爸为我撑腰。好的，好，刚刚是10岁，对不对？15岁那年，小杰摔倒了很多次，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好，那各位同学，不晓得你会不会骑自行车？你也可以说脚踏车、自行车、脚踏车都可以哦。好，那小杰15岁才学会骑自行车，他摔倒了很多次哦，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你们会不会骑自行车呢？理查老师大概在12岁的时候才学会骑自行车哦。好的，妈妈一样递给小杰，递就是这样，递给你把一张名片或一张纸或一个东西拿给另外一个人，这个就是递啊。好，妈妈递给小杰一封信，当然这封信是爸爸的信。靠山跟后壁山，我们中文不会说后壁山不会说后壁山好，春娇说我会骑自行车。好，上面写着恭喜你会骑自行车了，爸爸为你加油。哇，爸爸好厉害哦！爸爸知道小杰15岁才会骑自行车耶，爸爸真的很厉害，很关心小杰，对不对？所以这个信里面，爸爸的信里写着，小杰孩子，恭喜你会骑自行车了，爸爸为你加油。哇，这个爸爸很厉害，他知道小杰15岁才会骑自行车，而且呢还为他加油。如果你为一个人加油，表示 you cheer for someone。 好，比如说你们正在学习中文，你们要准备考 HSK 了，理查老师为你加油，所以你不要说加油你，不可以，你要说为 somebody 加油，你不要说加油你这是错的。你要说我为他加油，我为孩子加油我们为谁加油好，小杰18岁了，一般来说18岁就是成人了，对不对？已经长大了，是大人了。我们中文说大人、成人都是一样的意思。你也可以写成年人所以这些都是同义词，成人、成年人、大人都是 adult 好，我为学生加油可以。好，那18岁小杰已经成年了。小杰18岁生日那天，妈妈说，小杰啊，这是爸爸的最后一封信了，爸爸的最后一封信了好，信里写着，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懂事了，再也不需要爸爸的信了。好，长大了，18岁当然长大了，懂事了。什么叫懂事？如果一个孩子懂事，表示他会为别人着想，他会去考虑别人的立场，他会做成熟的人该做的事情，懂事了。如果你说孩子你懂事了，表示这个孩子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他做的事情是为别人着想的事情所以懂事了就是表示孩子好像长大了，他会做一些成熟的事情，他会为别人想，不会很自私好的，那小孩长大了，你已经18岁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再也不需要爸爸的信了，你会思考了，你会独立了，所以你再也不需要爸爸了爸爸的信里写着，爸爸永远爱你，永远以你为荣。好，所以小杰收到的爸爸的
爸爸的最后一封信里写着爸爸永远爱你，爸爸永远以你为荣 proud of you， 永远以你为荣哦。好，小杰读完信流下了眼泪，握住了妈妈的手。好，你握住一个人的手，可能你喜欢他，可能他是你的爸爸妈妈，亲情可以握住他的手，爱情也可以握住他的手哦。好，所以小杰读完了爸爸的最后一封信，他流下了眼泪，而且呢，他握住了妈妈的手，因为他非常的感动哦。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这个是故事的结局哦，故事的结局了 ，ending 结局。老师现在有3个问题想要问你们。第一个问题是，小杰，牵手不可以哦，牵手一般是爱情哦，所以男生跟男生之间牵手就会很奇怪哦。一般牵手是夫妻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如果呢，像小杰跟妈妈用牵手很奇怪哦，可能小杰如果很小可以。比如说妈妈牵4岁5岁小孩的手可以，妈妈可以，爸爸可以牵4岁5岁的小孩的手，那可以啊。或者你们是爱人可以啊。好的，小杰几岁时开始收到爸爸的信？这题应该不难。好，如果你刚刚有注意听老师说故事的话，你应该就知道答案是什么。好，李开心说7岁， Jenny 说7岁。好 OK， 答对了，7岁开始。为什么？因为一般小孩子要能够看信，要能够读信，可能也要6岁7岁以后所以为什么是7岁？因为小杰要可以看得懂中文字嘛那可能是7岁的时候他才能够读信，对不对？Tracy 说他想起了一个 I Love You 的电视的电影很有意思好，正确7岁。问题2，小杰几岁时学会骑自行车？好，这题应该也不难，对不对？小杰几岁时学会骑自行车？好，15岁。你们很厉害耶，都答对了。15岁，对，小杰15岁的时候才学会骑自行车，一般人可能12岁13岁就会骑了好，但是小杰比较晚，他15岁才会骑而且他爸爸好厉害哦，小杰的爸爸很厉害，他知道小杰15岁才学会骑自行车耶对，太晚了我觉得。好，我们看一下问题3，你觉得小杰最后为什么握住了妈妈的手？为什么？小杰最后读完了爸爸的信，因为爸爸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在18岁的时候给他的。那为什么小杰流下了眼泪，握住了妈妈的手？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呢？有什么原因让小杰很感动，流下了眼泪，然后握住了妈妈的手？你们觉得小杰是不是懂了什么事情？或者我应该这样说我应该这样说，小杰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事情？小杰是不是觉得7岁以后每年都有一封信，然后爸爸怎么会知道我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呢？爸爸怎么会知道我15岁才会骑自行车呢？为什么？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小杰好像发现了什么事情？好，这题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说像有同学说小杰太感动了，可以。然后宋平觉得小杰已经18岁了，他是大人了，他要替爸爸照顾妈妈，
宋平说得很好，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小杰觉得爸爸很早就去世了，我应该代替爸爸好好的照顾妈妈，因为妈妈真的才是最辛苦的人。妈妈从小要一个人把她照顾到成人，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哦。对，很好 Henny 也这样说。好Mandarin 也说得很好，他为什么很难过，流下眼泪，握住了妈妈的手，因为他知道他再也收不到爸爸的信了，因为这是爸爸的最后一封信郑红也这样觉得，因为没有下一封信了，他觉得很失望很难过Jenny 也说得很好，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很好因为现在他要代替爸爸照顾妈妈。其实呢，我的想法跟 Tracy 一样，其实呢，爸爸并没有写这些信，也没有准备这些礼物，这些信都是妈妈写的，所以信里才会知道小杰10岁了，在学校被同学欺负，15岁了才学会骑自行车，所以这些信其实都是妈妈写的。妈妈为了让小杰知道爸爸也很爱他，所以他假装他是爸爸，把这些信写出来，然后说是爸爸写的。那其实呢，都是妈妈写的。妈妈要让小杰觉得爸爸还爱着他，这是我的感觉。你们说的也对。那小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这些信都是妈妈写的，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握住了妈妈的手，他知道这么多年来最爱他最照顾他的人就是妈妈。对，所以你们发现这个妈妈好伟大对不对？她的丈夫这么早就去世了，她不难过，她不要难过，她要让小孩觉得，我要让小孩感受到父亲的爱所以这个妈妈很坚强，很努力，很棒好，所以这是我的感觉，你们说的也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这个妈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爸爸在小孩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不想让小孩觉得他失去了爸爸他想要让小孩觉得父爱永远都在好，这是我的感觉那你们说的也都对妈妈是非常伟大的人好 OK 对，汉奸说的很好，小杰终于明白了是妈妈写的信，这些爸爸留下来的信其实都是妈妈写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词汇有人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好，每个词汇我会念3遍那请大家找一下相对应的图片。好，词典欺负加油好，各位同学加油，理查老师为你们加油。好，地摔倒骑自行车好，那么今天的故事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帮老师点个赞。每周2都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感动到你的话，你可以留言告诉老师，老师我好喜欢今天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妈妈好伟大然后我也觉得小杰很听话很乖好，那么我们星期4见咯，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拜拜。